Valve 為我們帶來了重磅消息哦！就在剛剛發布了傳聞已久的獨立 VR 頭顯 Steam Frame。跟其他 VR 不同 ，Steam Frame 是可以直接運行 Steam 遊戲庫的設備，也可以跟同期發布的迷你主機 Steam Machine 和全新的手柄 Steam Controller 互相搭着用的 Steam 遊戲生態。Hello， 大家好，我是努力說好普通話的傑夫。今天這支視頻讓我一口氣把 Steam Frame、Steam Machine 和 Steam Controller 講透，從佩戴、配置、核心功能到購買信息，給你扒得明明白白。看完你們絕對會跟我一樣，等着2026年年初發售衝一波的。如果你不知道我是誰，茶玩 VR 頻道是專注於體驗各種 XR 頭戴式設備內容的自媒體，趕緊關注我，然後馬上開始今天的話題吧。先從最直觀的佩戴體驗說起 ，VR 頭顯好不好用？第一關就是重量夠不夠輕便，戴得舒不舒服。Steam Frame 直接把佩戴門槛拉低了好多，核心模塊才190克，加上頭戴、電池、音頻和面部接口，全部總重也才435克。對比下 Quest 3戴綁帶都已經要514克了，這差了快80克。相當於少帶了一個雞蛋的重量。Steam Frame 的頭戴設計跟佩扣斯類似，電池放在後腦勺位置，剛好平衡前面頭顯的重量，戴在頭上不會往前墜。根據佩戴過 Steam Frame 的先人透露，長時間佩戴鼻梁和額頭都沒有壓痕，平時戴的時候隨便調兩側軟帶的鬆緊就行了。要是覺得不穩，還能選裝官方的頂部綁帶配件。戴眼鏡的朋友也有專屬的近視鏡片，不用擔心遮光面罩會壓進腿，細節還是做得很到位的。正面這個小旋鈕是調節瞳距，領它就能調 IPD， 不過要留意它是沒有自動調節的，但手動領應該也很順滑的。接下來聊光學與核心配置吧，這才是 Steam Frame 的重頭戲哦。屏幕是單眼2160x2160的 LCD 屏，配合 Pancake 折疊光路透鏡。LCD 能保證亮度和清晰度，就像 Quest 3那樣，看文字邊緣很銳利，遊戲裡的細節也不會有顆粒感，完全不影響沉浸感。刷新率也很頂的，默認72Hz 省電模式，玩普通遊戲開120Hz，甚至還有個144Hz 的實映模式，畫面絲滑不拖椅，完全不會暈。視場角最高110度，跟 Meta Quest 3類似，屬於當前 VR 頭顯的主流水平。硬件核心是高通驍龍8 Gen 3處理器，這是高端安卓旗艦手機用的那一種，性能足夠強，存儲有 256GB 和 1TB 兩個版本，還能插 microSD 卡寬容，最高支持2個 TB， 完全就是做遊戲主機的思路來的。像我這種遊戲多的人，插張大容量的內存卡就夠了，不用糾結內置儲存不夠用的。內存是 16GB 的 LPDDR5， 多開幾個遊戲後台也不會卡，跟 Steam Deck 的流暢度差不多。Steam Frame 我覺得最大的突破功能必須是雙模式玩法，既能獨立玩又能串流玩哦。先說說獨立模式，它運行的是 SteamOS， 跟 Steam Deck 是同一個系統來的，能通過 Proton 層運行 Windows 的 X86 遊戲，也就是能直接裝 Steam 上的遊戲啦，例如玩個 Hades 2或者是這個都挺流暢的。高負載的 PC VR 遊戲需要開發者優化才能達到理想的體驗。目前測試過玩 Moss 或者 Ghost Town 都沒問題。未來 Steam 商店將會新增 Frame 兼容層標示，標注適配而且流暢運行的遊戲。要是想玩畫面更好的 PC VR 遊戲，例如半條命、艾利克斯，就可以玩串流模式啦。Steam Frame 標配了一個 WiFi 6E 加密狗，直接插在 PC 或者 Steam Machine 上，直接繞開家裡的 WiFi， 用6GHz 頻道傳數據，延遲低到幾乎察覺不到哦。更黑科技的是注視點串流，頭顯裡有2個內向攝像頭，能追蹤我們的眼睛，我們盯着的畫面才會用最高畫質傳輸，其他地方稍微降一點畫質省帶寬。官方說這個技術能省掉10倍性能，非常的給力的。頭顯本身還支持 WiFi 7雙天線的設計，一個負責串流，一個負責連路由器下載遊戲、語音聊天，兩不耽誤，不會出現串流時斷網的情況呢。配套的 VR 手柄也值得好好說說的，它用了跟新 Steam Controller 一樣的提傳感、搖感，不會像老手柄那樣用久了漂移。玩那些需要精準瞄準的 FPS 遊戲，準心不會亂飄，這個對玩家來說太重要了。而且為了玩非 VR 遊戲， VR 手柄也具備所有遊戲的慣用輸入，例如實際方向鍵、ABXY 鍵、左右搖桿、扳機和肩部按鍵。
就跟 Xbox 手柄差不多，只是多了個 VR 遊戲常用的握把鍵。手柄還支持6DoF 追蹤，還有電容式手指感應，能識別5根手指的動作，比如握手柄時手指的姿勢。玩 VR 射擊遊戲換彈夾，動作特別自然，跟真的拿槍一樣。手柄續航也很頂的，一節5號電池能玩40小時。不用頻繁充電，要是覺得握着手滑，還能裝可選的直呼網帶，防止手柄掉地上的。擴展性方面 ，Valve 還是一如以往的開放，頭顯鼻梁位置有個用戶能直接訪問的擴展口，能插2個2.5 Gbps 的攝像頭，把自帶的黑白透視改成彩色透視，玩 ML 遊戲時更帶感了，也能接 PCIe Gen 4設備，後續說不定有第三方出各種配件，比如外接電池、專業麥克風。可玩性直接拉滿了。音頻部分，頭戴裡集成了雙揚聲器，每只耳朵一個。為了不影響追蹤，還用了反向驅動技術抵消震動，不會因為揚聲器震動導致追蹤不準的。麥克風是雙陣列設計，跟 Valve Index 的麥克風一樣，語音聊天時對方能清楚聽到，不會有雜音，甚至拿來錄音都行。不過揚聲器是外放式的，會有一點聲音泄露，要是介意的話，可以自己配個 VR 專用耳機來的。後視功能是單色，分辨率1280×1024，雖然不是彩色，但清晰度足夠，不用摘下 VR 頭顯也能看清楚周圍的環境，避免撞到東西。跟 PSVR 2的設計思路是一樣，主要提供一個安全保護。要是想要彩色透視，後續自己加個攝像頭就行了，比那些直接沒有擴展能力的頭顯強多了。講完 VR 頭顯，我們再看小鋼炮迷你主機 Steam Machine 吧。長寬高大約16厘米的立方體，可以塞到電視櫃或者放書桌上，根本不佔地。但裡面的料超足 ，AMD Zen 4的6核12線程 CPU 加上 RDNA 3的28單元 GPU， 性能比 Steam Deck 強6倍有多，接口也夠用的，一個千焦網口。一個10 Gbps 的 USB-C 口，還有4個 USB-A 口，連手柄、外接硬盤、顯示器都方便的。它還支持 DisplayPort 1.4， 能輸出最高 4K 240幀或者 8K 60幀的畫面。家裡有高端顯示器或者電視的話，這個性能絕對夠了。最關鍵的是，它跟 Steam Deck 一樣，用 SteamOS 系統，也就是非常的開放，也可以 root 裝自己的軟件。甚至換個 Windows 系統都行。我之前給 Steam Deck 裝過 Steam VR， 這支 Machine 肯定也一樣能折騰的。比如把它當成 VR 串流主機，給 Steam Frame 串流遊戲，不用開家裡的電腦，安靜又省電哦。最後講一下全新的 Steam Controller 了，這個手柄不是單獨的配件，而是能連所有的 Steam 設備，包括 PC、Steam Deck。剛剛說的 Machine 和 Frame 都可以一柄通用。最核心的升級是搖桿，跟 Frame 手柄一樣，用了 TML 磁場感技術，正常用個2-3年都不會漂移。還有2個大觸控板，跟 Steam Deck 上的一樣，玩桌面模式時能當鼠標用。要是覺得觸控板用不慣，還能關了它，Razer不會強制你用的。這一點很貼心，連接的方式也很多，用附送的小適配器無線連接，延遲才8毫秒，比藍牙穩。當然，藍牙和有線也是支持的。一個適配器最多能連4個手柄，跟朋友開黑玩合作類遊戲就不用多插東西啦。講到這裡，你們應該能看出來。Razer這3款新硬件並不是各自為戰的，而是一套生態。比如你想躺沙發玩 VR， 可以用 Steam Machine 跑遊戲，通過適配器把畫面傳給 Steam Frame， 手裡拿 Steam Controller 操作，全程一根線沒有哦。要是想玩平面遊戲，把 Steam Machine 連電視，用手柄直接玩，或者把 Frame 當成虛擬大屏，躺着看劇玩遊戲，怎麼方便怎麼來。最後說說大家關心的發售信息了，目前價格還沒有公布。Razer說2026年初會公布具體價格和發售日期，在此之前會先推出開發者套件，讓遊戲工作室測試兼容性做優化。能買到的地區跟 Steam Deck 一樣，美國、加拿大、歐洲、澳大利亞，還有日本、韓國、香港、台灣等這些國家與地區。國內的玩家可能需要代購或者跨境電商購買啦。我猜 Steam Frame 可能不會便宜，估計得$700左右了。但想想它能獨立玩，又能串流，甚至還能折騰，要是預算充足的話，還是值得等待的。Valve 這次不是單純推出新硬件，而是想讓我們玩 Steam 遊戲更自由，不管是帶 VR 連電視，
還是把主機拿出門都能無縫銜接，而且最核心的就是 SteamOS 能夠玩整個 Steam 庫裡的遊戲，還有足夠的開放性，在其他3大遊戲主機前有多一個選擇。如果之後 Witcher 公布半條命3在 Steam Frame 上面運行的話，我猜應該會非常有吸引力的。不過無論如何，我應該都會買的。到時候就能看我的實際上手體驗視頻啦。所以3件 Steam 新品，你最想買哪一個呢？是 VR 頭顯 Steam Frame， 還是小小的 Steam Machine 呢？你覺得在 Steam Frame 還可以折騰出些什麼新玩意呢？可以在彈幕或下方評論區裡告訴我哦。以上就是本次視頻的全部內容了。如果有其他補充資料，我會在下方評論區留言。喜歡這影片的話，不要忘記評論、收藏、訂閱常玩 VR。傑夫在 B 站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賬號哦。這裡是常玩 VR，有個集愉快體驗和硬核造成的 XR 患者頻道，我們下期再見，拜拜。